Hello， 你好，欢迎来到走入澳洲，我是名师。疫情期间很多消费者和商家呢都发生了纠纷，投诉的案例明显比正常的时期多了很多。我们采访了新州公平交易厅的嘉宾得知，纠纷主要是集中在消费者要求商家提供退款或者是补偿的时候，双方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尤其是在出现一些突发的情况。比如说，政府突然出台了公共卫生禁令，或者是山火等等这种不可抗力的情况之下，导致的消费者权益的变动。那这个时候，消费者可以要求商家进行补偿吗？商家必须提供补偿吗？那今天我们就主要分两个不同的前提条件，一个呢是在正常情况下，没有突发情况以及政府出台限制令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权利是怎么样的。那另一个是在有突发情况，比如政府出台了限制令，消费者的权利是怎么样的。我们会通过不同的案例来跟你分析和讨论。那如果说你把这些案例弄懂了，相信在未来你就可以自己去处理这些消费赔偿的纠纷了。那有一点想先分享给你。一会儿呢，我们讨论的这些案例，虽然每一个案例它具体的情境不同，但是呢，背后的原理是相通的。搞懂了这些原理，你就可以举一反三，举一反100了。不管你在澳洲的哪里，也不管你是消费者还是商家，基本上呢，你就可以自己运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来解决问题了。或者说你可以提前去储备这些知识，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你在未来呢去避免或者是减少这种消费的赔偿纠纷。新州公平交易厅的嘉宾 Vicky 陈女士告诉我说，疫情期间最普遍的投诉呢集中在取消活动、取消旅行计划还有取消婚礼这几部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用取消活动这个背景来分不同的情况跟你详细分析。那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呢，欢迎在下面的留言区告诉我，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你的问题。那首先呢，我们想帮大家明确一点的就是突发的情况，比如政府是否出台限制令，消费者的权利呢是不同的，是会发生变化的。怎么说呢？如果说没有突发情况的发生，也就是说政府没有出台任何的限制令，消费者的权利是完全根据消费法来界定的。这个消费法呢是澳洲的消费法，是不分州界的，只要你在澳洲呢，你都受这个消费法的约束和保障。如果说有突发情况，比如政府出台了限制令，或者呢有一些不可抗力的情况发生了，比如山火，那澳洲的消费法呢就不再适用这种情况了，相应的消费者的权利呢也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时候就不是采用澳洲的消费法来界定了，而是采用其他的法律了，并且呢解决问题的路径与寻找的机构也有很大的不同。别着急，我们来一个一个说。那我们就回到取消活动的这个场景，有这样的一个案例，说消费者购买了一个活动的入场券，但是呢这个活动被商家取消了。那这里呢商家取消活动有下面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政府没有出台公共卫生限制令的情况下，商家呢是担心疫情，所以呢是自行取消了活动。第二种情况是由于政府出台了限制令，所以呢商家取消了活动。那对于这两种情况消费者可以要求商家退款吗？商家必须退款吗？消费者权利有什么不同呢？那我们就来听听新州公平交易厅的投诉处理专员威克陈女士是怎么样解答的。如果商家在没有政府限令的情况下，他自行要求取消这样子的活动，这个时候呢，其实在消费法下他是不允许商家这么做的。因为如果消费者已经跟这个商家是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在消费法当中购买了商家的这个活动的门票，商家是要按照消费法的这个合同里面的一些条款去履行自己相关的义务，给这个消费者提供相关的服务的。那么如果商家不这么做的话呢，那么这个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就是退款的。那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情况。那么消费法也是适用于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情况的。
第二个情况比较复杂，如果是由于政府的限制令，如果是由于这个限制令的话，这个活动被取消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消费者在这个澳大利亚消费法中的相关的权利呢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呢，消费者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权利。那么首先，我们建议消费者联系一下商家，比如说你购买门票的这个票务代理或者售票的这个机构去联系，然后具体的去聊一下这个合同的相关的条款和条件。因为当时在你购买活动的门票的时候，肯定都会是有相关的一些条款的。那么具体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合同的条款给你带来相关的权利是什么。你看完了这个相关的条款之后呢，建议这个消费者是和票务代理或者是售票的机构去讨论相关的方案。那么通常呢，就是说协商可以为双方带来最佳的结果。我们从合同的条款这一部分来讲的话呢，一般来说消费者的权利有可能是包括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说退款，按照条款来说，这个消费者有权利要求终止合同，要求退款。如果是消费者根据条款的规定在购买门票的时候，他这个条款规定说是允许退款的时候呢，那这个商家他不能够在你购买门票之后对这个合同这个条款进行更改，并且拒绝退款，这个是不行的。一定要按照原来一开始购买门票时候的相关条款去履行。第二个权利就是说，消费者有可能会获得相关的代金券，可以就是用这张代金券来代替之前已经支付给这个商家的钱。那么考虑到这个持续的疫情，然后呢也有相关的限制，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又会出一个什么别的限制令出来那么这个商家给的代金券的这个有效期一定要是足够长，他不能说我就是给你2个星期的时间去使用它，这个时候就是不合理的，因为谁也不知道2个星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商家是给你这个代金券的话，这个有效期一定要就是合理的，足够长的，以方便消费者疫情结束了之后，或者说比较安全的时候可以去使用它。说到代金券很多消费者呢还不太愿意接受这种补偿的方式，只想把钱从商家那里要回来，想要干脆一点，因为呢也不确定以后是否一定会在这里消费。那商家可能说了我不能给你退款，只能够给你代金券。尤其呢是在政府出台限制令的情况下，面对这种纠纷，消费者该怎么办呢？很多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的都觉得自己应该获得全额退款，所以就是我们收到了很多投诉的时候呢，消费者都坚信说一定会获得退款的。但是消费者一定要把一个观念现在是必须要就是树立了，就是说对，因为不是你这个活动或者说是你这个住宿或者说是你这个订的这个票无法进行下去，它不是由于这个商家不愿意给你提供，而是由于政府的原因。由于政府它限制，譬如说你去到这个区域，又或者说是政府限制你这个活动举行，那在这个时候呢，本身这个消费法它是不适用于这种政府限制令的这种情况的。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商家是不需要给你进行退款的，所以消费者不一定能获得全额退款的。如果是商家愿意给你提供替代的一种选择，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代金券，其实呢这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方式。有些商家他其实都不一定要给你提供这样子的代金券。那具体的呢，还是要消费者是具体要看一下本身的就是所签订的合同中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条款，有没有给你相关的一些选择或者一些权利。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在当时的合同或者是条款当中没有涉及到发生了突发情况以后有关于消费者的补偿条款，比如说政府突然出台了限制令，那这个时候消费者该怎么办呢？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这个合同条款什么的，其实我们可能要引用另外一个法律，这个合同法。那在合同法下面呢，消费者有可能会享受到相关的权利。那么在合同法里面，它里面会讲到有一个条款，就是说有可能是你这个合同是受挫的，无法履行的。它这个具体的定义就是说，如果双方在这个无法控制的事件下，他无法去执行这个合同的时候，并且这个合同中它有可能是没有涉及到
这些突发事件的一些条款。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一直在讲到，消费者要去看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相关的条款，是不是？但是那有些消费者说，这个合同里面并没有提到这种突发情况，比如说卫生限制令出台的时候，活动被取消，具体的我会有什么样的权利啊？因为这个毕竟也是一个突发情况啊，以前可能很久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了，所以就是商家可能他不会囊括相关的这些条款。那在这种时候呢，消费者有可能就会通过这个合同法索取相关的权利。那在这个时候呢，合同法可能就会认为你这项签订的合同有可能是受挫的，有可能是无法履行的。那在这个时候，你就有可能会获得相关的就是退款。如果在合同法之下，消费者与商家不能够解决纠纷，可以找公平交易厅寻求调解吗？由于这个合同法本身，我们Fair Trading它不是这个合同法的这个执法者，所以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对这个合同法有相关的解释权，我们也没有这个最终的决定权，所以我们也不能帮你看合同，然后确定你这个合同是不是无法履行，是不是受挫的。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出现了，比如说你跟商家都已经尽量的去协商了，然后也通过我们公平交易厅去帮你去协商，然后最终还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还是觉得说你是有权利就是获得这个退款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建议消费者去获取独立的这个法律建议，然后去更多的去了解这个合同法所给你的这个权利。那我们Fair Trading其实也鼓励就是所有的这个商家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呢，跟这个消费者尽量的去合作，去协商，然后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呢，就是公平的去对待消费者。Vicky， 刚才你提到这个合同法啊，那可能消费者跟商家基于这个合同去讨论，还是出现纠纷，也就是说第一时间还是可以先找到新州公平交易厅进行初步的调解，是吗？然后再去寻求独立的法律建议，如果不能解决的话。是的，是的，我们还是会尽量的去帮你去争取相关的一些权利，就是说看看能不能调解成功，但是要给消费者打一个预防针，因为像我刚刚所说到的，如果是由于这个限制令的情况下，这个活动被取消了，那是会影响到就是消费者在消费法中的权利的。那在这个时候，Fair Trading是没有办法去强制这个商家去给你退款的。所以就是说，消费者可能期望值不要太高，我们可以帮你去询问他，可以去帮你去协调，但是呢，由于这个商家没有义务在这种情况下给你全额退款，我们也不能去强制他。为了让大家能够理解得更加清楚呢，我整理了一个简单的表格来看一下。那现在看到的这个表格呢，就是展示的在正常情况下，还有突发情况下，消费者在遇到赔偿纠纷的时候该怎么样去处理。我们看到啊，在正常的情况下，消费者一旦遇到纠纷的时候呢，他的权利是受到澳洲的消费法的保障和约束的。那这个消费法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澳洲的消费法，是不分州界的。如果一旦遇到突发的情况呢，澳洲的消费法就不能够适用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适用其他的法律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提到的就是合同法。好，我们来看一下解决的方案。我们可以看到啊，不管是在正常情况下还是在突发情况下，前两步的解决步骤呢是相同的。第一步都是消费者和商家呢先直接去协商解决的方案。那么这一点呢，公平交易厅呢还是非常鼓励啊，一旦遇到问题，消费者呢还是尽量的先跟商家去沟通。第二步呢，就是寻求公平交易厅出面调解。不管是在正常的情况下，还是在突发的情况下，如果说跟商家不能够私下解决，那么都可以去找公平交易厅去进行调解。如果说调解还不成功，那么第三步呢就会有不同了。我们看到在正常情况下呢，如果说公平交易厅调解不成功，消费者就要向民事与行政仲裁庭去递交投诉来进一步解决问题了。但是呢，在突发的情况下，比如说政府突然出台了限制令，或者是突然发生了严重的山火，这个时候消费者遇到纠纷的时候呢，就要去寻求独立的法律建议了。所以说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在第三步最后一步的时候会有不同。话讲到这里啊，想温馨提示一下你，因为现在的疫情呢还没有完全结束，未来的情况呢看似啊也很难预测。不确定政府在未来是否还会出台怎么样的禁令。
那不管咱们作为消费者或者是商家，如果说能够提前储备一下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些知识，相信呢一定会对你有帮助。不但可以帮助你去应对和处理纠纷，同时呢也可以帮助你事先预防未来的可能发生的纠纷，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降低可能的损失。那我们再来接着分享案例，还是取消活动的这个背景。那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在政府出台限制令以后，消费者之前预定了某个活动的票，并且呢一同预定了相关的酒店住宿还有机票。但是呢现在活动取消了，那预定的这个酒店和机票该怎么办呢？消费者可以得到商家相应的补偿吗？如果说消费者购买了旅行保险，旅行保险可以赔偿这些损失吗？我们来听听新州公平交易厅的投诉处理专员魏克陈女士是怎么说的。像你刚刚说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消费者他单独预定的这个旅行或者住宿，实际上它是间接的受到了卫生禁令或者是政府限制令的一个影响。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把它就是看作它是受到了政府限制令的一个影响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刚刚也有反复强调过，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首先要看一下跟这个商家所签订的这个合同的条款，去看一下这些条款中它具体规定了消费者可以行使哪些权利。如果就是说有些消费者他可能会自己去买了相关的旅行的保险，保险里面可能会有规定相关的遇到这种突发事件的，或者说相关的政府限制令出现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补偿。那么看完了这些条款之后呢，就是建议消费者去跟旅行或者住宿的供应商去联系，看看他们愿不愿意给你提供相关的替代服务，或者说是优惠券啊、代金券啊这种时候。但是呢，我们刚刚也是反复强调过了，是由于事件它是受到了这个政府限制令的原因而被取消，那么消费者是不太可能获得补偿的，他不可能在这个消费法下获得补偿的。刚才呢提到了旅行的保险，如果说消费者是与购买保险的保险公司之间因为赔偿的条款发生了纠纷，消费者该怎么办呢？关于旅行保险呢，还是我们反复讲到的一个，就是说要具体看这个合同里面的条款。那因为你在购买保险的时候，这个保险单里面肯定也有相关的条款，它里面的条款有可能会囊括在无法控制的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它会不会包括相关的一些退款啊这样子的一些权利。那么如果你不确定你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权利的话呢，建议消费者去跟这个保险公司去联系，去看一下这个保单中的这些限制，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权利。那么如果你本身你觉得你是受到保单的保护，这个保险公司应该给你相关的赔偿，譬如说政府限制令的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保险公司应该是给你补偿，比如说商家不给你退款的这个补偿的话，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对保险公司本身它的这个结果不满意的话呢，消费者是可以先是跟这个保险公司进行内部的一个投诉，然后呢他们必须要在相关的一个时间内呢就是给你回复。然后如果是最后这个争议还是没有解决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去澳大利亚金融投诉局去寻求帮助，就是 AFCA 专门就是处理相关的保险方面的一些投诉。那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案例，商家要举办一场活动，这个票呢已经卖出去了，忽然政府出台了限制令，限制参加活动的人数，也就是说商家不用取消活动，但是呢要减少到场的人数。因此呢有一部分已经买了票的消费者不能够参加活动了。另外啊，有一些本来可以来参加活动的人，由于政府的限制令呢不能走出规定的区域，因此呢不能够来参加活动。那在这两种情况下，对于不能来参加活动的消费者，他们可以要求全额的退款吗？像你刚刚说到这些情况呢，其实都是由于受到了政府限制令间接影响到这个相关的活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消费法也不适用于这种情况的，也是受到这个限制令的影响。那么我们刚刚所说的，它也是受到合同法里面的相关法律条款的约束的。那么首先是建议消费者去具体的去看一下当时预定这个活动的一个合同的条款。然后呢，合同条款里面应该会有写到，在相关情况下，消费者可不可以有权利去终止合同，寻求退款或者说是更改日期。如果
是没有明确退款的权利的话呢，那么首先是建议跟商家去协商，去看看更改日期啊，譬如说重新安排时间啊，又或者说是减少参加活动的这个人数啊。那我们刚刚也有讲到了，如果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话呢，那么就是建议消费者去获取独立的这个法律建议，进一步的去了解在合同法下有什么相关的一些权利。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说，在消费法下呢，这个消费者是不会获得相关的退款了。可能啊，消费者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突发情况发生以后，商家不能够提供服务了？我不能够在消费法的框架之下要求全额的退款呢？为什么要我来承担这个损失呢？心里觉得真的是很冤啊！原因是这样的，一旦政府出台了限制令，商家呢就必须按照法律停止营业了。如果说商家继续提供商品或者是服务，那么商家就违反法律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商家是不可能按照消费法的规定来履行义务的。所以消费法在这个时候呢，就不能适用于这种情况了。那么相应的，消费者的权利呢，也必定会受到影响。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商家由于政府出台的限制令，不能够履行义务，消费者的权利有怎么样的变化？那如果说是在政府没有出台任何限制令的情况下，消费者购买了一个活动的入场券，但是呢，由于是自己担心疫情，后来决定不去参加活动了。这个时候，消费者可以要求商家全额退款吗？注意哦，这个案例的前提是政府没有出台任何的限制令。我们来听听新州公平教育厅的嘉宾 Vicky 陈女士是怎么说的。那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消费者他已经购买了活动的门票，但是由于担心这个疫情的原因，他不想参加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我们运用到以前我们讲过的消费法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改变主义。改变主义的话呢，不知道明师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也经常讲到，如果说是改变主义的话，商家是没有义务给消费者提供任何的退款、印象深刻，或者说代权的。对的，是因为我们反反复复讲到过这个问题。那但是因为是跟商家有签订相关的合同，合同里面它也肯定会有相关的条款。它有些条款里面有可能会讲到，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它可以给你提供相关的一些权利，譬如说给你更改日期啊，或者说是给你提供相关的代金券啊。那这个时候就是商家本身他自愿的一种行为，消费法并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那么如果商家这个本身的合同里面并没有囊括就是改变主意相关的一些条款或者相关的权益的话呢，消费者也不能盲目的一定要求这个商家要给你进行退款。那我们再来看下一类的案例，在疫情当中，因为受到了疫情的冲击，很多商家呢暂停营业了，甚至很不幸啊，有的商家倒闭破产了。但是消费者呢，可能是购买了他们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后续呢出现了问题，想要找商家去解决，该怎么办呢？那么如果这个商家他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他是倒闭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建议大家首先是先去这个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这个网站，就是 ASIC 这个网站，你是输入这个公司的名字或者说是公司的这个号码，然后你去看一下它这个本身的公司，它现在是不是还是注册着的。如果它还是注册的 register 的，就说明它其实还没有倒闭，它可能只是暂时关闭了，但是它不是处于一个倒闭的一个状态，它没有破产，它没有倒闭。但是如果你到这个 ASIC 这个网站上面去查，它是出现了一个词叫做 deregister， 它现在已经注销了。那这个时候呢，就证明这个商家其实它是已经是破产倒闭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他是必须要去跟 ASIC 去联系。一般会有他们相关的 ASIC 那边的外部的管理员会对你进行相关的联系。那譬如说他会给你一些相关的指示，譬如说如何讨回你所丢失的钱，又或者说怎么样以普通的债权人的身份去注册，然后就是说最后你能收到这个全款，这样子一系列的流程需要走的。如果说商家倒闭了，那么消费者还可以像往常一样去找公平教育厅解决问题吗？如果是真的是出现那种情况的话呢，那首先第一，我们 fair trading 我们是帮不了您的第二，我们以前会有讲到说，如果 fair trading 就是无法解决的话，可能下一步就是走仲裁庭。那这个时候，如果是你这个商家已经说是倒闭破产了，这个时候呢，仲裁庭也帮不了你了。
所以就是唯一的你要看看能不能通过注册成为债权人的这个方式讨回自己的钱，然后呢就是要走法律这条路就是要上法庭的。那我们就来帮大家总结一下，如果说商家没有倒闭，只是暂时停业，并且呢在 ASIC 也就是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的网站上显示的是这家公司的注册状态是 Register， 那么这个时候消费者解决问题的思路呢跟平常遇到的消费纠纷一样，首先可以先联系商家自行去沟通和解决问题，如果说双方不能够私下解决，那么下一步可以找到新州公平交易厅出面调解，如果说调解还不成功，那么再下一步消费者可以向当地的民事与行政仲裁庭递交上诉，寻求进一步的解决问题。但是如果说商家倒闭了，那这个解决的方案就不同了。首先呢，消费者要登录 ASIC 的网站查询一下商家的注册状态，如果是 deregister 就代表商家倒闭破产了，那消费者呢需要直接找 ASIC 去解决问题，按照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他们工作人员的指导和建议去解决问题，很有可能会要求消费者注册成为债权人的身份来追讨退款。那下一步呢就是寻求独立的法律建议了，可能呢需要去上法庭解决这个问题。以上呢是我们通过取消活动的各种不同的案例分析，来帮助你了解在正常情况下以及在突发情况下消费者的权利是怎么样的，以及在处理与商家的消费赔偿纠纷时对应的不同的解决方案与思路。虽然说案例的种类和情况不同，但是背后运用到的知识和原理很多都是相通的。只要你把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原理和知识能够消化和吸收，能够储备起来，在你遇到类似的消费赔偿纠纷时，不管你在澳洲的哪里，不管你是消费者还是商家，你都能够更加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第一时间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并且呢，能够在解决消费赔偿纠纷的时候有理可依，降低更多的损失，也可以预防更多在后续有可能发生的纠纷或者是问题。很多问题呢都可以提前去问清楚讲清楚，这样呢对于消费者和商家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如果你在消费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或者是纠纷，也可以把你的困惑告诉我们，让我们来尽力帮助你解答。希望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呢可以帮到你。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全面的资讯，比如在取消旅行计划、旅行合同时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该如何去处理纠纷，取消婚礼活动的时候会遇到哪些情况，如何处理纠纷，欢迎你点击视频描述栏里的音频链接，获取更多更丰富的资讯。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对你有帮助，欢迎你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这样呢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视频的更新了。那我们就在下一期的视频当中再见。